王才龙已经漂亮，已经晃了对手连续，很好的机会，已经。中国18岁小将一战成名，暴揍280战212胜泰拳王。画面上这位年轻的拳手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潘家运了。说起潘家运这位拳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曾经在一场比赛中出其不意的偷袭一脚，直接是把对手蹬岔气儿了，创造了擂台上最快的 KO 记录。随后便被拳迷和网友纷纷指责不讲武德搞偷袭。在遭受到拳迷们的谩骂之后，潘家运也是有段时间没有再打比赛。不过就在隔了几个月后，潘家运再度复出，并且挑了一个实力堪称恐怖的对手，来自泰国的旺财龙，是伦皮尼拳场的冠军，职业战绩280战212胜，身经百战且实力强悍。虽然潘家运也有20战17胜的不俗战绩，但是对手近300场的比赛经验面前显得有些不够看，因此在当时这场比赛也是格外的受拳迷关注，人们纷纷都等着看这位无耻的拳手是怎么出丑的。旺才龙来自泰国，年龄28岁，潘家运年龄只有18岁，双方在年龄上有着10岁的差距。昆仑决所有的选手资料及详细信息由权威知识平台互动百科提供。蓝方28岁的旺才龙是伦皮尼拳场的冠军，职业战绩280战212胜68负。欢迎来自泰国的拳手旺才龙。มุมน้ำเงิน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วัดชัย龙。红方今年只有18岁，来自散打王刘海龙精武会的选手，职业战绩20战17胜6次 KO 对手。欢迎中国的小将潘家运。比赛开始后，由于泰拳手的节奏都比较慢，因此潘家运开场就是猛冲，把旺才龙打了个措手不及。泰国拳手的进攻节奏被打乱，使得他的拳腿对潘家运造不成太大威胁，而潘家运也是不急不躁，不断寻找机会进攻，打得十分稳健。是一位势头正劲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啊。对，也是受训于我们的超级散打王刘海龙大哥的拳馆啊。刘海龙大哥也是现在致力于发展整个的中国武术事业啊。旺才龙双方年龄差距10岁的差距啊。是战绩上旺才龙是280场比赛啊，对，潘家运只有20场，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看看潘家运针对这个旺才龙啊这种比赛经验上，会不会吃到一些亏，还是自己凭借着年轻力壮啊？现在看这个潘家运这个进攻的势头啊，我觉得信心还是很足的。对，而且感觉不错啊。这个拳法速度也快。对，而且上下还多少都是组合还不错，结合也有。对，但是旺才龙对于他的这个低扫，这个意识很好啊。分开之后马上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对。潘家运的这个虽然说打击上啊没有那么精准啊，但是速度和力量啊真的是很强。对。漂亮，旺才龙的经验啊，要打准，要上下结合，对，轻重上下结合，对，找准机会。一旦进去之后，潘家运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对。其实我觉得还好，从潘家运身上看到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没有着急的一下扑进去啊。是的，要看准啊，旺才龙的拳法落点也很准呐。但是这种持续的阵地战可能不是泰国选手的这个擅长啊。对。战术很对啊，很聪明。这个时候有腹部跟头部连续交叉进攻这个意识了。旺才龙实在没办法。而且我觉得潘家运对规则理解非常透啊。对，毕竟这是第2次来参加昆仑决的比赛了。对，而且肯定平时估计训练的时候也会针对这种规则做训练。来到第2回合，潘家运如同第1回合一样，开局猛冲，试图拿到比赛先机。旺才龙也不愧是老拳王，一记出人意料的高扫腿直奔潘家运头部，踢得潘家运有些晃。但18岁的潘家运恢复能力非常快，并且直接开始近身拼拳，让对手的腿法无用武之地。一定要做好，不要止步埋头啊！小心！看看，这真是非常刁钻的一个扫踢。这个时候是潘家运想不到的一个角度啊。右腿的高扫刚落地，左腿空了1秒，马上又出。
没想到两腿的高扫连得这么紧呢。是的，所以潘家运在蒙头进攻的时候啊，也要注意，真的是注意观察对手的细节。进攻和防守一定要兼顾。对，他现在差的就是在自己进攻的同时，要多注意观察对手，因为对手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尤其是单个动作。这个时候，旺财龙在潘家运进来的时候啊，没有像第一局采取这个小击搂抱啊，反倒跟潘家运进行拼拳。擦着头皮过去啊，刚才那个高扫。哇，这种扫踢在潘家运出拳的时候，这种扫踢迎击其实很可怕。对，潘家运这种基础的拳还是效果很好的。对，他最起码有这种基础的意识，打完服以后马上接打头的拳。是的。旺财龙心里肯定在想，这个小孩18岁的小孩怎么那么难缠呢？这个时候，潘家运在进的时候也有了一些身体的摇晃啊，在试图躲避旺财龙单个拳法的这种干扰。对，肯定是要，哎呀，不要用这种转身的动作了，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啊，小心！哎呀，这个就是老拳手的小动作。是的。对，继续，啊，漂亮，漂亮，漂亮。继续增加对旺财龙的腹部的攻击。上下，漂亮。对，漂亮，好的，有反应了。泰拳手不会轻易给你面部跟身体的直接这种反应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出来，有过这种训练搏击经验的。哇，这个潘家运打的真的是很坚决啊。对，就是想直接在擂台上把你打躺。我相信随着这个体能的下降啊，双方体能下降，潘家运这种打法可能会效果越来越好。嗯，对。你看打到第二局下半局，旺财龙这种反击啊，相对前半局来说就做的少了。对，因为也受到几次重击。在最后一个回合中，旺财龙的体能已经明显下降，搂抱次数开始增多，而潘家运靠年龄优势依旧生龙活虎。扫腿的战术啊，其实很多比赛这种低扫腿看似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有的时候，哎，我刚刚说的好像听到了啊。虽然短时间内很难奏效啊，但是这种连续的打击对对手破坏对手的平衡以及破坏对手进攻的节奏，其实很有效果。对。好漂亮。但是潘家运现在真是粘人的很呐，一点不太想给旺财龙这种空当啊。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什么样的技术，我近身跟你拼拳这种意识啊，不会改变，我就粘着你。其实这就对了，这就是技战术。两个人是你让对方越怎么难受，你就对自己越有利。是的。因为无论对手的应对方式如何改变，你的弱点一直在那里。嗯，对。双方体能都有下降啊。现在是来到这一局的下半局，我觉得对于旺财龙来说，体能可能会更快的消耗。这个时候是潘家运这种战术会效果会扩大的这最好的时机。对啊，但是我看潘家运体能储备还不错啊。说是这么高频率、高密度，而且每组动作都是基本上都是全力啊。到现在为止，整个速度和频率啊丝毫不受影响。对，哇，毕竟只有18岁啊。再继续进行下去，可能裁判要对这个旺财龙要进行警告了。对，消极搂抱太多了。在比赛接近尾声时，还一拳将旺财龙打得摇摇晃晃，不过旺财龙还是靠着意志力，硬生生撑到了比赛结束。泰国选手旺财龙已经漂亮，已经晃了对手连续，很好的机会，已经快睡着了。旺财龙真的是眼神已经开始涣散了，一定要抓住机会。这个时候不要乱，抓住机会找动机，打一下腹部，上下结合，对，很好。潘家运打的也没有力气了。真的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啊，泰国人在遭受到60%、70%重击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自己站立的状态。
你看，短短的几十秒钟，马上就恢复过来，不能说恢复到完全那种状态。泰国选手的这种意志品质啊，确实是从小他们锻炼出来的。从这种眩晕的状态下，马上恢复战斗意识，对，反应时间很快。其实也是凸显了潘家运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啊，这种大赛经验细节不够。是的。比赛结束后，潘家运的优势非常明显，结果也在意料之中，裁判一致判定潘家运获胜。而潘家运也是靠着这场比赛改变了大部分拳迷对他的看法。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个赞再走呗。本场比赛3位裁判一致裁定30比28。This bout, all the 3 judges scored this bout 30-28 and a winner by 比赛结果，红方胜。